喝杯水吧。主任，你们都到了。这位就是学子的姐姐。我不喜欢这个名字。我妹妹叫黄欣。这个学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在自媒体平台上，学子是以知性女性的形象出现的。我们在努力打造一个知性公知领袖人物，以特有的角度切入社会热点事件。说说现实生活中的她吧。执行能力非常强，雷厉风行的。她知性的时候并不多，听上去挺像彩虹屁的，不过这就是真实的学子。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，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毕竟我们公众号粉丝量太多了，抄袭者、跟风者也都很多。所以我们为了保持现在行业领袖的位置，只能时刻保持危机感。但这个学子的压力挺大的。不过他有自我的解压方式吧，比如独自旅行。旅行？实际上，学子每年都会消失那么几次，彻底从人间蒸发，我们都联系不上他。不过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。每次失踪前，我们都觉得他濒临崩溃了，但是回来后就是满血复活的状态。所以前不久学子失踪，你们都没放在心上。不是这样的，这次学子失踪是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活动。什么意思啊？最近我们公众号关注量和评论数都有所下降，这就导致一些广告客户选择了我们的竞争对手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于是就策划了2个黑森林特别活动，其中一个就是学子的失踪。黄欣姐姐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侦破这个案子，早日抓到真凶。但目前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尸体已经完全白骨化，所以无法辨认死者。这个是他的衣服。这是我陪他买的，这个是我陪他一起买的。我们做了调查，很遗憾，黄兴16岁左右的时候，父母因为车祸双双离世了。那后来是你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吗？是他照顾我比较多，虽然我比他大4岁，但生活上他更像一个姐姐。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他有今天的成绩，完全是靠他自己挣出来的。所以在您眼里，她是一个非常懂得照顾人的妹妹，对吗？他太不会照顾自己了，他经常失眠，头发大把大把的掉。我知道他很焦虑，所以每天晚上他要以喝酒才能入睡。喝酒？他喜欢喝红酒，他喝红酒是以迅速灌醉自己为目的。1个月前，他有没有过想要离家的想法？那天晚上，他的行李箱里装了2瓶红酒。你这次出去要多久？可能10几天，可能1、2个月吧，我也说不好。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没有啊，工作上的事而已。你该找一个好男人嫁了。现在要找一个好男人的几率，比我出门头被花盆砸还低呢。你放心吧，姐，等我调整好状态，我又变成学子了。现在我是黄兴，我也不喜欢这么软弱的自己。哎，等一下。都这么晚了，你还穿短裤，一个人在外面要注意安全，换上换上。我知道了，姐，我只是想逃离这个世界一段时间而已，你放心吧。知道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了。照您这么说，黄兴会经常一个人出门，是吗？我知道，
网络上攻击他的黑粉很多，所以他需要自己的空间，在他的空间里不需要任何人打扰，包括我在内。看来学子也挺不容易的呀。你们都看到他身为学子最坚强的一面。其实每个人都有 A、B 面，只是不愿意让人家发现而已。这篇关于学子失踪的文章，居然是你们精心策划的特别活动。这也是学子的主意。那一天，他提着行李走进公司，特地跟我们2个交代了这件事情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总觉得你粉丝人数那么多，万一这篇文章火了，真的有人报警怎么办？有人报警我就出现，出面解释这是一场乌龙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。全民找学子，只要能报，我们以后就能过更好的生活，这没有必要再讨论了。第2个特别活动筹备怎么样了？进展顺利，报名人数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很好，等我失踪之后，王者归来，再和黑粉面对面的好好聊一下。这2个王炸扔出去，广告商到时候一定会跪舔我们的。接下来的事情呢，就拜托各位了，在我休假期间，千万别联系我。黑粉见面会，你们也知道，学子黑粉挺多的，他们经常发私信侮辱、谩骂，甚至是恐吓他。这要放一般人身上，早受不了了。不过学子不怎么当回事儿，他反而说这说明黑森林已经火了。对呀，黑粉见面会也是学子的创意。他说，与其让键盘侠在背后指桑骂槐，还不如当面和他自己对峙。本以为这些怕见光死的黑粉不会再出现了，没想到报名的人还挺多，大部分都是来看热闹的，真正敢跟他对峙的，也都是想出名的人。能不能把所有黑粉的资料给我们一份？没问题。关老师，关老师，喂，你好。你在找我啊？给你个机会，到这里来找我。
学子他利用了自己的休假时间进行炒作，并且他还和黑粉面对面的进行开撕，这2招真的太厉害了，热度、流量都有了，关键是绝对吸睛。这些黑粉的回复看了是挺让人心寒的，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不少。但我总觉得凶手不在其中。黑粉啊，我见多了，可黑粉杀偶像这事儿不常见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李队，怎么了？法医那边来了个消息，队长，医学院有位女助教老师在家中遇害，有性侵迹象。行动。是。这样吧，队长，我去和他们法医部门的人说。不过齐明和安然好像已经回家了，我打电话让他们去。我来联系安然，你去找秦明。那小子还需要找吗？这有尸体的地方，他一定会在啊。各位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们看到秦明，并且找到秦明，必须立即控制起来。为什么呀？我没有在开玩笑，这是命令。行动。控制。11表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先工作吧，其他事儿一会儿再说。工作没问题，但是秦明的事也很重要啊。什么叫先控制他？为什么要控制他？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你们2个遮遮掩掩有意思吗？我关心一下自己的兄弟都不行吗？行啊，要说着急，安然比谁都着急。秦明有可能和彪哥的事有关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他有嫌疑。不是，你们听的什么谣言都信了？说齐明是嫌疑犯，说齐明伤害了彪哥，这么鬼扯的话你们都信？我不信，我也不信。那不就成了？我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证据，也是我给李队打的电话，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是我举报了他。要说伤心难过，安然比谁都严重；要说信任，安然比谁都信任他。但我们是警察，就必须做警察该做的事情。先工作吧，干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性侵痕迹明显，我没有带工具，只能通过观察做初步勘查。接到通知了吗？回答我的话呀！我没有接到通知，却出现在案发现场。你觉得这不是巧合？你觉得我有问题？这说明你开始长脑子了。秦明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彪哥的案子是不是与你有关？你想我协助调查，但你没有拘捕令，对吧？那你就先让我完成手头上的工作吧。你就在这里，我不会跑。让他做吧，他不会跑的。他目前还是个警察。行，兄弟，我不相信你会做违法的事。感情用事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大忌。虽然我不明白你这个所谓的兄弟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，但我真心觉得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刑警。既然你们觉得我有嫌疑，你们就应该把我当做嫌疑人。秦明，我们都相信你。我是沿着这边进来的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窗户外面有铁栅栏，凶手是不可能从窗户跳进来的。门锁也没有什么异常。死者在死前遭受过性侵，不过需要进解剖室，对伤口进一步鉴定。没有连环杀手的签名。整个案发现场只有客厅
有明显的打斗痕迹和血迹。其中最为明显的，就是这个柜子上的血掌纹。这个不会是凶手的吧？这个血掌纹和死者手上的血迹范围一致，应该是死者的。我就知道，我们没这么幸运。或许我们是幸运的，有一个厉害的家伙会帮助我们，或者说，是在利用我们。他知道凶手的情况。好了，我们做初步尸检吧。颈部有大面积切口，暴露了颈内容物，双侧颈动脉、颈脉，包括气管、食管，完全断离。颈部周围有大面积血泊，其中一部分血已经开始凝固了。额骨有明显的骨擦印，应该是粉碎性骨折。出血量巨大，尸斑非常浅淡，不易被发现。尸浆还没有在关节处形成，角膜还很透亮。死者的死亡时间，昨天晚上11点30分钟左右。你怎么知道？死者的手表指针不再转动，应该是和凶手在激斗过程中损坏了。上面的时间是11点27分左右。椭圆形的创口，没有创角，应该不是常见的凶器。从作案手法来看，是电击杀手的可能性极小。不是他，这么肯定？就是他通知我来的。我采集到血液样本，除了死者之外，还有另一个人的足迹，血码是43码。关路未婚，屋内也没有发现其他任何男性的生活痕迹。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。你是43码，但关路刚遇害不久，秦明没有时间换血啊。我没有怀疑他，只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他，我就怕。我们先回局里吧，刑侦那边估计有一堆问题等着我呢。秦明，没事儿了。这小子干嘛呢？这是他个人习惯，他这样打拍子有利于他思考。思考啥？思考怎么应付审讯？看来得速战速决呀。就目前掌握的情况而言，彪哥案件，秦明的嫌疑最大。我希望我们所有人放下个人情感，专注案件本身。毕竟，我也不相信这是他干的。我去吧。不都说这小子聪明吗？我倒要看看，他离开了他的解剖台，他还能有什么本事？队长，我也去。一位优秀的刑警，是不会因为个人情感影响办案的。秦明，环境熟悉吧？作为一名法医，你也参与过一部分讯问和询问的工作。行了，老赵，开场白就不用了，咱们直接开始吧。哎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刚才手在那敲，你在那琢磨什么呢？我是在想，他为什么要叫我去关路家？难道他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？你指的这个他是谁啊？你别听他故弄玄虚，有没有这人还说不定呢。首先呢，经过尸检的初步判断，关路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昨天晚上11点30分左右。那个时间段，我刚好在老张小处，林涛可以作证。咱们回去吧。老张，买单吧。好嘞。你确实有不在场证明，但初步判断不能做准。你是通过死者的腕表进行鉴定的，凶手完全可以处理腕表。假设凶手是你，你甚至可以对现场做手脚啊。那就等详细的尸检报告出来之后再做判断。我的足迹分析会证明我的清白。不过补充一句啊，你们的审问还有追问，确实挺到位的。谢谢。严肃点儿。我之所以会出现在那个地方，是有人叫我过去的。他用一个未知号码打给我，通讯记录里面有。手机来之前已经交给李队了，
手机的密码就是我来这里报道的日子。我认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电击案的连环杀手。欢欢，查一下报道日期，解锁。明白。但请尊重我的个人隐私，只看通讯记录。毕竟你们还没有正式的拘捕证吧？缓缓，我来吧。的确有一个未知号码的来电，我明天去电信公司看看有没有收获。李队，我申请参加询问。秦明一直在回答林涛和赵队能想到的问题，他根本不给他们发问的机会，他保持在自己的节奏里。你去问，那能问出什么呢？他知道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，那既然我们是明牌，就明到底，让秦明自己分析案情，帮我们完住这次询问。你让秦明自己去分析，他始终是个警察。去吧，谢谢。两位先离开一下，我想跟他单独谈谈。李队同意的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进了你的房间，看了你的黑板，还有你的电击装置，我把这些情况如实的汇报给了刑侦的同事。你不用跟我道歉，这是你身为一个警察的本分。那如果我们互换了位置，你会怎么做？当然是和你做同样的事情，然后站在这里，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然后呢？刚才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，杀害学子的人和杀害关露的人是同一个人，但他应该不是电击杀手，但我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。你是说，是电击杀手把你引到案发现场？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有两种可能，一，他是在炫耀他的作品，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大。如果他真的想炫耀，至少应该会留下自己的痕迹。而对于性侵这件事情来说，本身就是画蛇添足。那第二种可能呢？他想帮我们抓到性侵杀手。他帮我们？没错，这个电击杀手高傲自大，他觉得他做的事情并不是犯罪，甚至是在伸张正义。而对于性侵杀手来说，他抱有极大的敌意。那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，他为什么不自己解决那个性侵凶手呢？他是在玩一个游戏，而我呢，就是这场游戏里最关键的一个道具。他享受这种操控的感觉，在他没有玩够之前，这场游戏是不会结束的。所以他是在邀请你参与他的游戏里。他是想看看我需要多久可以抓到凶手，甚至说，在抓到凶手之前有没有被他解决掉。看到我挫败、失落，他会很有成就感。他是想证明他自己比你强吗？他是觉得我永远不可能斗得过他。这个凶手，他很了解你吗？那说一说彪哥的事儿吧。电击装置呢，是我在我母亲案子的资料里尽量复制出来的凶器。由于作案手法比较特殊，我这样做应该是可以理解的，对吧？彪哥作为受害人，他的证言最为关键。他有指认说，我就是袭击他的人吗？想必是没有。如果真的指认我了，那就不是单单的配合调查了吧？你有作案动机，也有作案工具。彪哥是你母亲当年那个案子的法医，他没有查出真正的死因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还隐瞒了自己的调查，所以这是一条完整的线索。推理完整，但只要没有我的口供，或者彪哥的指认，那这个推理也只是推理。如果你不承认的话，它确实只是一条推理。秦明，我想帮你。没人能帮我，这件事情只能靠我自己。差不多了，你们可以总结讨论了，我等着。
如果真如齐明所说，性侵杀手和电击杀手不是同一个人，那就解释了这段时间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凶手是电击杀手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得手的是性侵凶手。其实这个人已经知道性侵杀手是谁，而且知道关露已经遇害，所以他引齐明到他的游戏里来，这就解释了齐明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把秦明昨天的出行时间表和检验报告拿出来做一下对比，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与关露案无关。齐明的嫌疑解除了。根据足迹分析，嫌疑人的鞋底足迹跟齐明不同，但他还是袭击彪哥的嫌疑人。走。齐明刚才说了一句话，他说电击杀手让他参与到游戏当中去，是不是有可能电击杀手对齐明特别感兴趣？说下去。齐明一直在追查他，是不是说明齐明对电击杀手也很感兴趣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有点害怕。我怕齐明走火入魔了。主任，主任，您来了。我们部门的人都被你叫过来问话了，我能不来吗？都坐吧，都坐吧啊！我跟彪哥已经沟通过了，他无法确认袭击他的人就是秦明，秦明也没有承认，对吧？我们找到了作案工具，当然，齐明也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。李队长，我这个人吧，平时呢只愿意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事儿，刑警的事情啊，我实在是不愿意插手。但是秦明现在是我的人，所以说我有必要表达一下我的意见。既然没有证据，该配合的都配合了，差不多了吧？主任，我们是刑侦，这人有问题，我们就得盯着。这好办呀。安然同志，到。我命令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刻不离的给我盯紧了秦明，别让他跑喽。配合了吧？既然是配合工作，没有必要听他的职吧？可齐明是警察，他出现在了关露的案发现场，那就让他自己把自己摘出来。这件事情我已经向局领导汇报过了，局里边领导也是这个意思。李队长，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我们是同事啊，对自己人总该有些信任吧。仔细的查看询问记录，齐明给的情况非常重要。是。散会。秦明，辛苦你了。你也辛苦了。这次你别怪我。陈主任是你找来的？这2件事我都没做错，我都是在尽自己的本分。让你们担心了，对不起啊。如果你还有精力的话，那一起尸检吧。你的事儿太复杂了，得一件一件解决。走吧。现在是早上8点10分，开始尸检。别害怕，我们是来帮你的。死者头皮高度肿胀，触肢可感受到骨擦音，敲肢有破贯音，说明颅骨多处粉碎性骨折、颅底骨折。这样程度的损伤足以导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。挫裂创口周围有镶边样挫伤带，创口呈星芒状，应该是锤类钝器多次击打后的结果。死者颈部创口出血明显，
是生活反应，这就说明这个巨大的创口是死者死亡前而形成的，大量出血也足够导致一个人的死亡。创口两角有7、8条脱尾，很浅。多次切割同一位置，导致出现一个巨大的创口，而创口两端也形成了多条皮瓣。死者左侧颈动脉有破口，刺创深达气管，伤到了声门附近的软组织。这种程度的伤害足以让死者失声。从动脉直达气管和食管，凶手的力度不小。会阴部有大量的穿透伤，从而导致大出血。大量穿透伤，如果尸检结果能够证明符合竹签刺伤的特征的话，那么就能印证你说的话，关路案和血子案是同一凶手所为。合并死因：颅脑损伤合并大出血导致死亡。等一下。竹签纤维。我们先去一趟现场吧，我怕黄文一个人应付不过来。你们继续吧，现场交给我和环环。彪哥，你回来了。陈主任跟我讲过了，现在人手紧张，我提前复工。那就辛苦你了。袭击我的人跟你的身形真的很像。彪哥，秦明已经在积极配合调查，现在没有一条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秦明当时就是袭击你的人。你不用护着他，是不是他我会调查清楚，无论是谁，我都不会放过。师傅！啊！我扶。干嘛呀？一回到现场，你只管吩咐，我全都照做，你别累着就行。撒开！我就受点小伤，现在已经都好了，让你说的我跟半身不遂似的。我不是关心你吗？哟，小嘴越来越会说了啊！走吧。哎，师傅，又怎么了？您真觉得秦明是袭击您的人啊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会，是不是您当时受伤了，产生了错觉？环环，我是老同志，但我不是老糊涂。这虽然背影身形都像他，但我们跟他相处那么久了，连陈主任都说了，我们要相信自己人。环环，咱们天天跟尸骨打交道，骨头能看透，但你敢说你能看透人心吗？在真凶没有抓到之前，他的嫌疑还是最大。师傅，您在想什么呢？你看啊，相关的物品摆放得当，在这里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。一切都是在客厅发生的。所以说，凶手不是敲门而入，而是跟死者一起进入。难道说是熟人作案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，但问题是，全案区域没有任何搏斗痕迹。但是死者的血掌印为什么会出现在桌子上？死者穿着外出的衣服，却换上了拖鞋，会不会是？
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当时发生的状况。有点道理。但凶手为什么不在小区外没人的地方动手，非要进门才动手？也许凶手是想在关路家找什么东西，图财害命。如果凶手和死者是熟人，那对方为什么不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，比如说医学院后面树林里动手，杀了人之后拿到钥匙，然后再入室盗窃？也许凶手是不知道关路家在哪儿，或者是不知道他是一个人住还是跟人合住，所以就跟着他，看看他家的位置，或者是他家有几个人。不排除你说的这2种可能性，但会不会还有第3种可能？第3种，凶手提前藏在房间内，